嗨，我是 Albert。这个频道成立以来，我们路过多部自淡水出发的公车路线，探访3支北海岸各景点，也曾搭乘880、857游走淡水。这一集很不一样，我们好像没有从台北一车直达淡水。捷运淡水线的开通，也增加大家搭乘捷运到淡水的意愿。一般大家对于淡水的印象，莫过于逛老街、渔人码头及金色水岸赏落日了吧？我们将搭乘一条从捷运北门站沿路直达淡水的公车路线756。4月份正值杜鹃盛开及樱花的尾声，淡水这里居然能一次满足，就让我们搭乘756一探究竟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先按赞订阅起来哦。嗨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我人在捷运北门站的2号出口这里。等一下呢，要来搭乘的路线是756，我们要从捷运北门站出发，要坐到终点淡江大学。那么现在是杜鹃花盛开的时机，现在是4月了嘛？那么淡水这里呢，有一个可以看杜鹃花的一个地方哦，而且756有到。现在就跟着 Albert 一起出发去坐车，我们顺便要去赏杜鹃哦。好，出发喽！从捷运北门站2号出口出来，往回走就可以看到756的站牌。这里是塔城街上的捷运北门站公车站牌。我们将搭乘返程的756，一路坐到终点淡江大学。756沿途行经承德路1到7段、台北转运站、成渊高中、承德桥、台北表演艺术中心、士林监理站、大渡路、竹围、红树林、淡水老街，最后抵达终点淡江大学。全程3段票由指南客运营运。2026年4月中旬更换全新电动公车营运。原本这支影片要在4月初的时候就上片了，但是呢，最近工作较忙，加上前阵子感冒休养，喉咙烧瞎，好不容易最近才能现身。现在是季节交替期，很容易感冒，大家要多注意身体哦。756于1988年辟释，原本是因应台铁淡水线停驶，新建捷运淡水线施工期间所开辟的临时路线。捷运淡水线通车后，仍然维持营运。到了2009年，实施公路客运4码化政策，改号2056。2012年1月，移拨为台北市公车，再改号756，并改为3段票收费。承德路共分为7段。756也是全程行驶承德路的公车路线，连接士林、北投大业路和通往淡水的大渡路。根据1977年台北市街道图中记载，7段为105路，6段为104路，5段为103路。承德路最早是没有分段的，到了1991年8月，将承德路进行分段。后港前地区的承德路被编为承德路4段。1992年4月1日，则将103路、104路、105路更名为承德路5到7段，维持至今，是台北市重要的南北向干道之一。承德桥以承德路命名，
于1979年完工通车，衔接承德路3段、4段，为剑潭、后港前、士林等地与大龙洞、圆山往来的重要桥梁。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曾经是士林夜市的旧址，于2022年7月2日正式启用。最大特色为3座剧场平时可独立运作，若需大型演出，可将大剧院及南盒子连通组合成，可容纳约2000席，长65公尺、宽18公尺的超级大剧院。承德路一直以来都是往返北投、淡水和台北的主要干道之一，加上临近士林监理站，因此许多汽车相关行业选择这里作为营业据点，中古汽车商圈因此逐渐成型。到了承德路6段，可以说是台北地区最密集的中古汽车群聚地，不论是汽车租赁、买卖、维修保养、美容等都能满足需求。旁边即是北投士林科技园区，为配合行政院亚太营运中心计划，原本是以台北媒体文化园区进行规划，后因媒体产业发展科技化，加上民间传播业者多已找到地点，因此台北市政府于2009年7月31日变更都市计划为北投士林科技园区，也作为智慧城市示范规划区，将建置智慧电网、智慧停车、智慧交控、智慧路灯等设施。淡水到台北间的公路往来，在直线穿越关渡平原的路径为大渡路，原本为田间小路，地势低洼，遇豪雨常被冲毁。早期没有大渡路的时候，往返淡水只能行驶中央南路、中央北路。为了疏解交通，于1966年辟建大渡路，宽7.5公尺，是台北通往淡水高尔夫球场的捷径。1970年代，私人车辆的快速成长，提升台北到淡水间的公路运输。由于都会交通成长的需求，并配合关渡大桥的兴建，大渡路自1980年10月起分段拓宽，至1982年2月完成。但光是一条大渡路，关渡大桥衔接淡水端民权路、中正东路，加上淡水人口上升，每逢尖峰及假日饱受塞车之苦。好消息是，2026年5月12日，淡江大桥正式通车，势必能疏解大渡路、关渡大桥及中正东路的车流。要从台北来到淡水，首先会先经过竹围。那么竹围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300年前，凯达格兰族的居民从八里笨，就是现在的八里区，跨过淡水河，抵达现在的关渡妈祖宫附近，然后分成2路，一路往北投，另一路就是往现在的竹围。在竹围地区的族人发现一条溪流在此定居，或是沿着溪流往上走，到达小平顶一带，从此过着渔牧、狩猎、农耕的生活。定居在此的凯达格兰族人，在家园附近种植桂竹，作为防风的围墙，竹围因此而得名。
淡水旧称护尾，相信各位一定在历史课本上有读到。早期淡水区因港口而发展兴盛，市区一带设有许多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庙宇。清末淡水商港开港后，成为台湾的重要国际港口，吸引大量外籍商行进入淡水开发，并设有不少西洋建筑，形成特殊异国风情的文化景观。日本时代后，因自来水设施的建制、捷运淡水线的开通及各项公共建设的推动，呈现不一样的市容。1990年代以后，随着淡海新市镇的开发，各项交通建设逐步推动，成为台北都会区外围的新兴人口成长地区。好啦，我们快到终点淡江大学了，准备下车喽。嗨，各位朋友，花了差不多80分钟的车程，我们终于坐来淡江大学这里了。那这附近到底有哪里可以赏杜鹃呢？现在我们就出发喽。到底淡水哪里可以赏杜鹃呢？既然都来到淡大了，就先在淡大走走逛逛吧。淡江大学前身为1950年创办的淡江英语专科学校，先后开制3年制及5年制课程，1958年改为4年制淡江文理学院，1980年升格为淡江大学。虽然我不是就读淡江大学，对于淡江大学的校园其实有些陌生，但是走在校园，仿佛有种重回学生年代的感觉。首先来到福园，位在商馆正门前方，岩石与流动的瀑布，几只鲤鱼在池塘中游动，常有家长带小朋友来这里看鱼，学生们也会在这里拍照。往年许多寿星在生日这天会被架到这里丢下池塘，形成淡江丢福园的传统，成为许多淡大人的生涯回忆。但考量安全，因此订定校规禁止入池，这项丢福园的传统也就此消失。继续往前走，这里是由淡大校友林桂荣建筑师所设计的雕塑品，于1986年竣工，在广场中间立有4片竹卷由上而下，有个昵称叫蛋卷广场，原名为书卷广场，象征古代的检测。因其外形像蛋卷，经常举办各种活动。曾经有一部偶像剧《原来我不帅》的其中一景，也是在蛋卷广场所取景。但是杜鹃花到底在哪呢？穿过学生活动中心，来到位在淡大内的宫灯大道，中央伫立着一座座白色宫灯，两旁种有花木绿地。春季时杜鹃盛开，漫步于此格外浪漫。沿途还有宫殿式建筑用于教课，弥漫着浓厚的复古风情，是淡大最为著名的景色。只不过沿途的杜鹃仅剩约4到5成盛开，有些可惜。宫灯大道在以前有着宫灯姐姐的传说，这边就不再多做叙述。穿过宫灯大道，看到金身铜像，这里就是淡江大学的正门。红28路线公车就有经过淡大正门，从捷运淡水站经学府路，不用10分钟就可以抵达，相当方便。但是沿着校门旁的金生路走，也有一些杜鹃花尚未凋谢。
平日的下午走在淡大校园，欣赏美丽的杜鹃花也是相当舒服的。待了一下之后，我准备前往下个景点喽。沿着北新路182巷21弄，北新路182巷，来到北新路上的台电宿舍站牌，继续沿北新路往右走约5分钟，这里是福德宫的公车站牌。先前我们曾搭乘875到北新庄，也有经过这站。旁边就是北投里福德宫。北投里原为康熙年间北投社所居，又称外北投。早年当地农民轮流供奉一尊木雕土地公神像，以宝龟决定当年炉主供奉，由当时北投里长与地方士绅倡议建庙，地主口头约定捐地，坐落于淡金公路和北新路交叉口，于1991年落成。但你们以为只有介绍福德宫而已吗？那可不。北投里福德宫旁即是北投子溪樱花步道，全长约 3.5 公里，沿着河岸种植约有100多株的粉色吉野樱，于2011年种下，大约在3月底4月初时盛开。步道沿途都是铺设良好的水泥路面，平坦相当好走。这一带的地名为北投子，原写为北投子，和台北的北投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哦。在清代末期至日本时代，北投子地区为一街庄，称为北投子庄，隶属于芝兰三宝。战后将北投子地区划分为北投里。只不过可惜的是，这里的樱花已渐渐长出绿叶，没有盛开时期那样的茂盛。上片的时候，我想应该也已经长出绿叶了。穿过水泥桥有个赏樱平台，也有健身器材供民众享用。听着潺潺北投子溪流水声，静静地坐在这里相当惬意。即便樱花剩5成左右，但沿着溪畔步道散步，若天气凉快是相当舒服的。顺着步道继续往前走，沿途还是有些许的樱花点缀。大约30分钟，我走到淡水的中山北路，这里算是步道的另一头，也可以搭乘公车到米粉寮这站下车，往前步行约5分钟，就会抵达北投子溪樱花生态步道。走完了淡大及北投子溪樱花步道，也到了旅途的尾声。虽然不能看到满开的杜鹃及樱花，但是花开总有花谢的时候，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景点影片在等着大家呢。嗨，各位朋友，最后顺利出来了北投子溪樱花步道的步道口这里。这一集带大家到了淡大看了杜鹃花，以及欣赏了淡水的北投子溪樱花步道，也看了最后的樱花，也希望这一集的行程大家会喜欢哦。那这一集的影片也为你录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Albert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